我看根本不可能吧？你说电信系统还有什么绿能等等，你要去中化，你怎么去跟中国的价格竞争？而且越来越不能跟中国竞争。全球90%的太阳能电池产自于中国。现在美国说不行，你都一定要慢慢来去中化，可以跟我们美国合作。问题是成本呢？成本在哪里？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就是跟中国达成了协议，我们加拿大农民的油菜籽真的没有中国市场，我们就挂了。这个是现实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的是川普的铁拳哦，这个关税铁拳竟然是砸向了自己的盟友，不管是欧盟或者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加拿大、南韩，都被迫在这个时候转向了态度上转向北京。中国在此刻竟然坐收渔翁之利，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一个最新的画面，是在伦敦的这一场 NBA 的球赛例行赛。美国的国歌响起的这一刻，现场的馆内不是安静肃穆哦，而是突然间有民众喊出了怒吼声 "Leave Greenland alone"， 放过格陵兰。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场体育赛事成了川普霸凌外交的一个现场哦，包括了这个民众高喊放过格陵兰，而现场民众一阵的鼓动，还支持了这位抗议者哦。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看起来是一个球赛上面的一个小插曲，但是也真实反映了全球现在的心声。尤其我们赶快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等报道特别做的一个最新民调，来自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调，赶快来看到，他们认为说川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从关税全面开火到现在，直接就威胁自己的盟友的主权啊，甚至把安全变成了自己勒索的工具，因此他们非常的不看好美国。他们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只会让中国的影响力变得更为强大。这是来自于欧洲的最新民调显示。那么，包括了来看到是布鲁金斯学会也直接说了，这样子的状况是北京最期待的一个局面。确实哦，现在川普是把自己的盟友给推向北京这一面。不管我们刚刚提到的欧洲、欧盟国家，不管是加拿大，甚至是南韩都被迫转向北京吗？赶快来看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近期哦，中国大陆跟这个欧盟的关系变得更好了，它调降欧盟的猪肉反倾销税，欧盟则降低了对于中国进口车的一个关税。但是我们来看到欧盟国家跟美国关系可以说是快要撕破脸了吗？川普扬言要掌控格陵兰，并不排除动武，并且加征针对于欧洲8个国家的关税。再来看到除了欧盟之外，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也变好了，中加现在互降油菜籽跟电动车的关税。反之，我们来看到是加拿大用经济武力狂吼，说要把加拿大变成自己的第51州。接下来最后是南韩哦。北京持续的深化跟南韩之间的关系，包括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一头，我们则是看到川普扬言要撤军4500名的驻韩美军，施压南韩得介入在台海战争当中，把自己的盟友全部推向了中国。而中国持续的来跟美国持续脱钩。最新数据赶快来看到，它降低了对美国的出口，而这些出口转向了不管是非洲国家、欧洲国家，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让2025年中国大陆在全球的贸易顺差竟然高达了超过1兆美元，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尤其要特别来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在未来5年会更靠近中国，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因为呢，我们包括看到了南韩、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有1半以上的民众都认为中国大陆是更可以信赖的。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川普这一次他说喊出了要强夺格陵兰，那美直言这是逼盟友向中国靠拢。川普的盟友现在难道最后只能都靠向中国吗？大使怎么看？那个川普现在很清楚，他有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啊，他做了美国总统啊，他就要替美国开疆辟土。他看上了格陵兰，也看上了加拿大，这是他的目标。对，那他也说了，他不遵守任何国际法，他只相信自己的道德。他的道德就是什么呢？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这就是他的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些世界上各国，不论你认为你是美国的盟友，还是你是美国的朋友，还是你是美国的这个泛泛之交，还是你是美国的敌人，
还是美国人的对手啊，那都不算了，那都不重要。哎，你自己认为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川普现在过去2.0以后的作风很清楚的，不管你是盟友、朋友对手、敌人还是路人，川普对待你们的关系只有2个原则：第一个，认钱不认人；第二个，认权不认人。权是什么？权是拳头的拳。哎，你拳头大，我就跟你妥协，我就跟你怎么好好谈，我就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没有拳头的话，就说你手上没有牌，你别想跟我讨价还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认权不认人，认钱不认人呢。也就是说，好人，什么叫好人？给美国钱的人就是好人，对。那欠美国钱或者占美国便宜的，通通是坏人。所以这个是川普的眼中的世界，然后眼中的这么多其他国家跟他关系。所以我今天觉得看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在怎么讲，一直在哀叫，说啊美国这个不认这个没有把我们当盟友哈，这个盟友已经不存在啦，盟友没有价值啦，这种哀叫没有用啊。川普从打心里就没有把他当作盟友啊！我刚刚说他只认钱不认人，哎，给钱就是朋友，不给钱就是什么，就是敌人。所以呢，这个格陵兰事实上，我认为美国要定了，而且他有实力。对，如果欧洲人真的有实力、真的有决心的话，不会只派37个人去，而且德国真有决心的话，不会派了15个人在格陵兰待了44个小时就回家了。然后他的原因说我们任务达成了，你会想到调了15个人花那么大功夫，这个浩浩荡荡跑到格陵兰44个小时，说任务达成了。他说我们只是去侦查的，哎，格陵兰有2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你侦查40个小时，你侦查什么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原因，德国很清楚，德国没想到川普总统说2月1号开始。给你的关税增加10%的怎么惩罚性关税？德国好不容易才跟美国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尤其是德国的汽车，德国的汽车，美国可是大市场啊。美国人虽然这个开什么车都喜欢，可是特别喜欢这个宾士BMW、奥迪，在美国很畅销的，还有就是比较平价车 Volkswagen 也是啊。所以10%的关税，德国就撤军了。你想想看，格陵兰他会有救吗？然后这些欧洲的媒体一天到晚去报道说格陵兰民众反对，那都是因为反对的人就那么多人，你都去请他发表意见了，赞成的人你都没有去找人家，你在做政治宣传啊。我觉得川普是看好了，第一个欧洲国家都是什么纸老虎，不敢跟美国人对抗。第二个呢，格陵兰57000人。这个花点钱搞不就解决了？最后就公民自决，然后呢决定加入美国，把主权交给美国。那格陵兰在美国，在川普眼里，格陵兰的武力就是一架雪橇加2个哈士奇，这种国家他怎么会放在眼里？是。好，所以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川普他现在持续的向盟友施压，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全球有多个国家就说他们认为比较看好未来10年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有没有可能出现东升西降？上次哥怎么看？当然，就是因为川普这些野蛮的作为，大家都觉得哎呀，跟美国这个交往不太好，然后就感觉上跟中国可以靠近。很多人的研判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认为现在大家在看会跟中国更靠近一个国家，因为不是靠感觉，它要靠很多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的盘点。所以未来10年大家在考虑什么？大家考虑的关键是10年后中国会不会超越美国？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关键句，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在盘点，美国这个怎么东升西降，但这个东西都是渐进的过程。但是如果真正的有一些政治人物或有一些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要跟中国靠近，很大的原因在此。我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都知道现在2026年，中国从今年开始“1055”计划已经开始了，它要一直建设到2030年。而且不要忘了，因为大家其实只要在国际上，任何国家都知道，当年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说要建设2025年的中国做卡利迪亚连稍微没有人相信，什么科技建国讲了哈尼巴拉的，
可是到2025年看到，特别是科技各方面基建、军事全面的就铺陈开来。我再引述一下 J.P. Morgan 有特别分析，现在中国对于未来10年之内，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有什么？你让人家 J.P. Morgan 怎么盘点？不是讲什么川普这些东西。第一，他讲中国大陆因为15开动当中有一个长期目标的 GDP。锁定在2035年要达到4.54万美金人均呢，14亿人口，每个人都已经快要150万台币很恐怖的这个是很具体。第二个，现在 J.P. Morgan 说，中国大陆现在所有的建设，而且做到了，证明他们能够做到非常高质量跟平衡的国家政策。而不是说现在川普摇摆的，所以这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第三个是中国科技的发展的创新力，现在是非常非常强，甚至认为可能赢过美国或不输美国。第四个是中国大陆全面的生活水平、基建各方面的照顾，比想象中更远离过去对于威权或共产主义的这种形象。它那里面的甚至自由程度跟产生出来的社会新价值跟美国不一样的，这是 J.P. Morgan。分析出中国大陆吸引其他国家的地方，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什么？还是钱啦。以上海在前2天正式表达，上海他们要求自己未来1至5年内每年的 GDP 人均就要成长6%。给自己开出了这个条件，所以其他城市当然也会有压力。所以中国不只是一个北京政府的头脑，也包括是一个地方政府。就我们对比像美国各州吧，对比像刚刚其实大家讲欧盟吧，大家各省的当中都有自己的期许，都在找自己的定位，而不只是听命而已。而且这种竞争力跟发展力，其实这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吸引人的。你不跟中国做生意，但你可以跟福建、跟广东、跟上海做生意，你可能赚得盆满钵满了。好，所以确实欧洲国家现在也在看说，10年后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超越美国？他们现在到底要向哪里押宝呢？欧洲现在其实，在美中之间还是持续的两边押宝，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尤其现在欧洲国家持续跟中国在经济上建立更好的关系。刚刚提到了嘛，欧洲跟中国达成电动车以价换税，那中欧关系破冰，贸易战止血。欧洲觉得，企业界没有这么压力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安全上持续的呢打着安全大旗，要来淘汰中国大陆的设备，不管是华为、中兴，那电信跟太阳能还有绿能方面也要持续做到去中化。欧洲什么心态？他这样子反复不定的行为，会不会在中美之间变成一个沦为牺牲品？还是这样反而对他们比较好？干哥怎么看？我看根本不可能吧？你说电信系统还有什么绿能等等，你要去中化，你怎么去跟中国的价格竞争？而且越来越不能跟中国竞争，这才是事实，对不对？大家去想，全球90%的太阳能电池产自于中国，现在美国说不行，来布鲁塞尔、欧盟，你们现在都要慢慢的去中化，要淘汰中国的设备电信网络这些设备，还有太阳能这些装备，都一定要慢慢来去中化，可以跟我们美国合作。问题是成本呢？成本在哪里？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就是跟中国达成了协议，就说好了，拜托我们不要再打这种关税战了。虽然说我们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但是最近可以缓和一下。对，15%关税我们可以缓和一下，因为拜托我们加拿大农民的油菜籽真的没有中国市场，我们就挂了。对，所以这个是现实的问题。所以你就要想想看，我就举个例子，西班牙曾经跟华为达成一个协议，几年前，他做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高阶的录音存储设备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这完全是一种一般的经贸议题嘛，对不对？然后马德里认为说这总不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吧？结果华盛顿说不行，我们觉得还是可能会被窃取资讯的疑虑，所以说你还是要跟中国跟商务部特别强调，不能有国家的机关去干预你们这种的录音存储设备，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部分的 AI 的智能权，你知道，所以连美国都要管这样的事情，你就晓得说，其实说句实在话，美国在处处它都在防御什么？防御中国可能会从跟欧盟的一些技术合作以及经贸协议里面得到好处，或者是什么？得到他们可以利用的机密架构，这个是美国最忌惮的。可是你要想想看，中国的市场
它本来就是什么？就是公平竞争原则。那欧盟它本来就是强调公平竞争原则的。如果说你今天要打破公平竞争原则的话，就像现在，因为欧盟始终欧洲一直以美国胜利了，欧洲就胜利了。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美国得利了，那欧盟就得利了。那是从1944年诺曼底登陆到现在的观念。可是现在的观念已经完全被川普打破了。美国得利了，欧盟你不能得利。只有我有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你们如果要分我的利益，别想。所以这才会有格陵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大家就在想说，现在你要入侵欧洲吗？你要入侵格陵兰吗？你本来是我们利益的守护者，现在是要跟我们索讨利益吗？所以欧洲这一段时间，我跟你讲，未来10年会严重影响欧洲人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说，美国现在不仅是20%的欧洲人认为他们是敌人，而且会越来越高。到了将来，不仅仅是川普卸任之后，我觉得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会完全改观。接下来持续要关心到的是，为了要对抗中俄，川普现在为了格陵兰，甚至放话说美国要退出北约，真的有可能吗？另一方面，有关于格陵兰的议题，现在最新消息是欧洲急派他们的军力进入到北极地区了，是要着急着对抗美中俄在这边的战线吗？今天一起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是说川普他为了格陵兰为什么要直接放话？他说：“我不排除我要退出北约。”到底是原因为何呢？刚刚讲了，现在呢，欧洲国家也派他们的军队进入到北极地区了。这些国家包括了德国、法国跟瑞典等等的国家，他们是在防谁呢？是在防中俄美吗？还是其实他们在防的是川普对于北约翻脸这件事情？第3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当美国为了格陵兰掀翻北约，欧洲又急派军力进入到北极地区，但是岛上的居民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地缘政治啊，他们认为在经济上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场角力到底最后是算在谁的账上？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来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是在1月14号这一天，3方的一个会谈，美国、丹麦、格陵兰的官员他们在华府举行了将近是1个小时的3方会谈。谈完之后，川普直接就对外摊牌，他说：“美国，我们为了金琼计划需要格陵兰这个地方，要是我们真的不进驻的话，接下来不管是俄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会拿下。我们不能指望丹麦能够保护格陵兰呐。”所以他也放话了，突然间说了一句吓死大家的话：不排除脱离北约。来看到2国的外长怎么说，丹麦直接说了，川普到现在还是想要征服格陵兰，我们跟他有根本性的意见上面的分歧。根本没有谈好。再来，格陵兰的外长也说，你美国应该要学会好好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川普的金琼计划？为何这边说一定他得要拿下格陵兰，不能就用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扩大美军基地就好了吗？这样不行吗？川普如果真的敢为了格陵兰退出北约，这对他来说会不会因小失大，有什么样的冲击？张将军怎么看？因为金琼计划对美国来看，格陵兰只是一个理由而已。金琼计划弄不到格陵兰那么大，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是60个台湾，60个，是占美国980万平方公里的22%，五分之一还大。它比美国没那边够大了，它是5分之一的美国，你看够不够大？所以说金琼计划就是为了格陵兰这216万，金琼计划只是个理由而已，根本不成立，给你一大块好不好？而且现在已经有美国的雷达站在格陵兰，美国的我们叫做的就是太空的接收站在格陵兰都已经有了嘛。那金琼计划，我再给你个基地好不好？你要多大的地？因为格陵兰80%是冰雪所覆盖，它的极南边是北纬62度嘛，一大部分是在北极圈里面呢，够大了。所以美国是以金琼计划只是个理由。那我们现在缓过来看，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个，让美国领土美国再度伟大。美国983万平方公里，加上了216万平方公里，就变成了1200万平方公里，那是够大了。你看看，所以是不是川普的这个野心就够了？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格陵兰人口太少，那么大的面积只有57000人，是不是太少了？所以很简单嘛，那我要一拿驾轻就熟，一马平川，我要软取，我直接拿钱买了，才57000个人算什么？我拿丢钱给你好不好？你们这57000个人能够多少钱？
我给你买就好了嘛。所以我倒认为，那个最重要的这一个就是它的国土面积大。第二，格陵兰下面有非常多的矿产，尤其是稀土，还有石墨，还有镍，还有铜，还有黄金，还有不要忘了还有钻石，哇，那么多哎！因为它216万平方公里，下面多少矿产？而且我们知道地球越来越暖化，你这些格陵兰是冰天雪地啊，慢慢，因为地球的暖化也慢慢可以开发了。那不是吗？刚好嘛，搭配了整个的环境变迁、气候变迁，不是的，就顺水推舟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来看，就是因为矿产，那矿产不得了，多少钱啊？尤其是稀土，那美国最缺稀土，那直接在这边就有稀土了。这是美国的国土之后，美国开始大肆开采，这是我的了，我的家了。所以他认为川普他可能志在必得。第三个，我们来看就是这些德国也好。他们在进驻的，包含法国也要进驻啊，都是要进驻。他们这个只是一个点缀而已啦，他们只是形式上进驻。你进驻几百人算有个用吗？你真的实质进驻，你每一个国家派出2万，你这样的话大家凑个10万在那边，哎呦，这规模出来了。但是你那补给怎么用？军营设施还没有盖嘞，你的营房也没有盖，跑道也只有一条，你怎么用？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只能形式进驻。那对美国、对川普的决心能够产生嚇阻的作用吗？我认为只能讲聊胜于无，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并没有造成实质嚇阻的结果。只要川普一退出北约32个国家嘛，30个在欧洲，2个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在不在那个欧洲嘛？很简单，他一退出来，那我就是要美国允许，谁敢杠美国？他是世界超强，是世界的独霸，谁敢跟他？所以这些形式上的、实质上的进驻没有，你只有形式上的进驻，这些欧洲的国家并没有形成气候，也对川普没有这方面的嚇阻的效果。川普就要交出成绩单，并吞了格陵兰，就是把它变成他最大的攻击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川普会软硬兼施，最后就要把格陵兰硬是要把它吃下来。好，补充张将军刚刚特别讲到说，这个欧洲国家形式上的进驻有哪一些国家？目前总共是统计有7国，除了刚刚特别提到的德国跟法国之外，还包括了瑞典、挪威、加拿大、荷兰等等的欧洲国家。他们这几天呢，在当地是展开了周边的海域的军事部署跟演训，那也进行北极耐力的军演。那现在派出的都没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武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侦察，还有先遣部队。后续他们说可能会派战机等等，但是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那北约国家也批评警告说，中俄的舰队你们长期在这边，而且是不怀好意的，你们都说是科研。他认为他不相信，绝对不是为了看海报、看北极熊等等，是为了要找出可以反制我们北约水面舰跟潜舰的方式，所以长期中俄进驻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请教厉将军又怎么看欧洲国家的动作？现在集结在格陵兰这边的军事动作，还有中国大陆现在低调在北极这边的动作，厉将军又怎么看？这次北约这总共7个国家派兵去协助格陵兰，真的了不起。那派出的人数是派出的国家数量比这个人数多，人数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那总共这几个国家，德国果然是这个北约的大国，他派出的人数最多，多少人你知道吗？13个人。然后其他的国家来讲的话，总共大概包括到瑞典啊、挪威各国只有2个人而已，2个人只是用观察员身份。那法国马克宏讲的是很大声，到现在为止，他说他要派出2个人，可是这2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派出所以你就看到说北约国家有多么的苍白跟羸弱无力当然他们也只是形式上，我觉得他们也不敢对抗这个跟川普作对了，这是很明显的。第二个，我觉得川普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俄乌战争俄罗斯正在展开它的冬季攻势，而且目前在俄乌战场上面，可能大家比较不去关注了，最近目光都摆在格陵兰，但是俄乌战场现在这个乌克兰状况是非常的不利，因为包括北中南3个战线，俄罗斯现在是大举的展开攻击，东斯的攻势已经展开。在这种节骨眼上面，我们看到北约国家正在白俄罗斯的边界那边集中兵力。那这时候川普不是一个搅屎棍吗？这北约国家搅屎棍，你选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屁股后面捅刀那真的是北约前面已经应付不过来啊！你在后面给人家捅刀，然后还叫人家这个要抽调兵力去对付防卫这个格陵兰。
所以难怪川普会讲，我觉得他从这个动作你看到，他事实上真的是不重视北约，他只在意自己国家的这种领土的扩张跟自己国家的安全他其实并不在意北约，所以他说北约他要退出啊，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是真心的，因为他觉得北约每次都占他的便宜，花他的军费他花钱去保护北约啊，北约都这个自己本身都不能自立自强，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钱啊在北约上面，所以这次我觉得他讲要退出，他不只是要退出北约啊，他在联合国里面已经退出了66个这个相关的组织，他也都退出了，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他到底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意人，他只为自己着想。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格陵兰来讲的话，这个岛重不重要？我如果说就地缘战略来讲，确实对美国有它的重要性在因为我们都晓得，如果说是北极航线，地球是扁的，是圆的嘛从北极那边过来是最近的。那美国的北方一个国家叫加拿大，加拿大的北边才是格陵兰，是最接近北极的地方。那但是这个北极另外一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领土。那如果俄罗斯在这边发射导弹那确实越过北极上空就会攻击到美国的本土。但是川普都认为说是你格陵兰只有雪橇拉狗的防卫战力，对不对？这个加拿大不过就是第51州国防战略也非常羸弱，所以他认为自己要有这个能力来保护那现在在北极圈里面，我们讲这个光这个北极圈的战力来看的话，目前这个俄罗斯确实是碾压加拿大的俄罗斯光它的破冰船就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还有好几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但是加拿大在这个地方大概只有2、3艘的破冰船，所以如果说就北极的战力来讲的话，加拿大确实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急的要格陵兰。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川普你可以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增加格陵兰，它毕竟是你北约的盟国之一嘛，你可以用租借的，甚至可以用其他手段。那你为什么一直坚持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我就牵涉到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格陵兰在地缘上面确实有重要。第二个，我觉得他就是一种这个要满足他小时候帝王的那种心态，就是开疆拓土的帝王心态这个你知道，当然你回想一下，他之前是要建一艘川普级的战舰，4万吨级的战舰，那像是一个小男孩的小时候梦想，要用积木拼一艘战舰一样。那这时候也是满足他小时候这个很羡慕的那些帝王开疆辟土这个，所以我觉得他用军事一直在强调用军事占领格陵兰，纯粹就是想要满足他孩童时期这个帝王的梦想而已。好，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来说，一定要拿下格陵兰，有他的原因，不管是安全的原因、矿产的原因，或者是他满足他帝国领土扩张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这些原因，在这一些真的格陵兰人民的眼中，他们完全不在意，他们也不在意这些地缘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这57000名的居民，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最受够的就是当地的经济表现实在是太差了。格陵兰的经济结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其实98%左右的出口额都是靠渔业的。如果要做这种矿产稍微附加价值高一点的话，他们还要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开发成本，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个转型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所以格陵兰目前是高度依赖丹麦政府，每年会补贴他们超过10亿美元的补贴，但是我们看到经济成长率在去年只有0.2%，经济陷入停滞。杨老师怎么看？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在委内瑞拉、格陵兰跟伊朗3者之间，这3个现在川普都想要伸手进去。格陵兰对川普最重要，而且接下来的这3年，格陵兰很可能在美国的全面的压力之下，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到美国？简单的讲一下历史1867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跟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720万美元，那个决定是当时的国务卿叫做舒尔德。那舒尔德是做过参议院的参议员，然后跟林肯总统竞选总统，他失败。那林肯总统当总统的时候，就找他做国务卿。然后呢进行内战，内战结束之后，林肯被暗杀，副总统叫詹森上来，继续舒尔德做国务卿。虽然在美国内战结束了，
苏尔德还是想尽办法要跟俄国买阿拉斯加。不过那个时候他被批评啊，你买的一毛不值的地方，像是苏尔德的冰箱。其实他接下来就想要买格陵兰。他为什么要买阿拉斯加跟格陵兰？他目标其实要把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版图的一部分。这个是一直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希望把整个美洲就掌控在美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呢，门罗主义后来就往南延，在19世纪末，川普最羡慕的麦金利总统，他就发动美西战争，1898年打赢了，所以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拿到手中，同时也出兵占领了夏威夷。麦金利也提高关税，你们觉得很像？川普就是要去实践这些，而且他这个留名，如果格陵兰拿下来之后，其实他就历史留名，所以他为什么一直在讲加拿大是第51州？那丹麦卖这个殖民地也是这个经常的事儿啊。18世纪的时候，他把印度以南跟那个锡兰，现在叫斯里兰卡的几个小这个殖民地跟就是贸易战，他卖给英国，后来也卖西非的部分给法国。1917年，他把丹麦属的西印度群岛卖给了美国，2500万美元，就是现在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所谓的维京群岛。但这次丹麦能不能卖格陵兰？不能，因为格陵兰是一个自治省，他没有角度、没有权利去卖，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最后面就是让格陵兰人自己公投，你决定格陵兰的未来是要独立还是要加入美国。那这个时候美国就可以10万，每个人10万、20万发下去啊，因此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而不是单纯就是战略、矿产、航线这些都重要，都重要，都有意义。但是呢，它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呢，这些北约国家跟丹麦不会因为格陵兰去跟美国翻桌子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是新的一年2026年到来，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持续对美国，他们持续的买黄金，但是呢，持续的卖美债，是不是2026等于中美摊牌做最后的一个布局？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一下2025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用数字告诉了世界一些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讯号。那就是 A 股现在呢封关日啊，发现它创下了6年最大的一个涨幅，表现非常的好，沪指站上了3900多点，全年涨幅更是飙涨了18%，创业板全年也是爆冲了大约49.57%，尤其在科技类股上面是贡献了股市非常多，机器人啊、商业航太或者是能源金属表现都非常的好。另外一头则是香港了，香港我们看到在2026年呢，一共是有106家的企业终于是 IPO 了，吸金也非常的多，这个金额甚至来到了全球第一。重点是90%都是来自于大陆的企业做上市的，被形容是中企的一个吸金池。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资本市场的部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的另外一个去年的一个重大布局呢，就是它持续的买黄金，并且呢卖美债。黄金买了多少？大陆的央行连续12个月买黄金，储备冲上了7409万盎司哦。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在黄金飙涨之下，黄金占外汇的这个除重的比例一度写下了历史新高。那另外一方面，大陆也持续的挖金哦。那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北辽宁挖出了1444吨最大的金矿，价值换算新台币高达了6兆元。那中国大陆政府展望的2026，它还要持续的提振它现在比较虚弱一些的内需市场，所以呢，还有它的投资市场，所以呢，它最新宣布展开1.3兆元的投资计划，来稳投资、撑经济，继续它的经济的成长动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A 股的牛市大爆发，这个会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泡沫，还是这背后是真的代表了经济上面的畅旺呢？那另外一方面，大陆持续的买黄金降低美债，是在为接下来2026中美的摊牌做准备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想过去几年这个我认为习近平推动了几个重要的政策，在当时他推动的时候，外界其实都是以看好戏的心情甚至这个酸言酸语那么来批评这些政策。可
可是现在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习近平当时在推动这个政策是很有远见的哦。第一个，他去处理了房市泡沫。当时大家在笑说你没事去处理什么房市泡沫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还好他处理了房市泡沫。他如果那个时候不处理，这个时候的房市泡沫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你面临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你的房市泡沫就让你雪上加霜，可以让你一枪毙命了。他当时处理了房市泡沫，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市慢慢开始稳定起来了。就你现在去看看北上广深哦，我最近才从上海回来，我看了古北的区的一个房子哦，当时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房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我们都以为说，哎呦，这个房价开始下跌了吧？你无法想象哎，古北区的一套房子可能还不到台湾的50平，要台币9000万呢。就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滨江区，不是什么特别核心区，就是一个古北区的房子，台币要9000万了。所以它的房价已经逐渐的开始稳定了哦，那么已经开始在抗跌了。那还好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房市对中国大陆不是问题。然后第二，他做了共同富裕。那个时候他推共同富裕的时候，大家就笑说你推共同富裕，你就是共产党，你社会主义又重新回来了。结果呢，还好共同富裕。今天中国大陆的消费人口开始增加。我每一次去中国大陆，我都会去看那个卖场的人，我会看上班时间的人或者假日的人。最近我们家的亲戚还在福州嘞，我特别问他说：“那福州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是上班时刻或者是放假时刻，福州就是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我现在还不是讲北上广深，我讲的是福州，它都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这种内需的消费，不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来的吗？如果你没有共同富裕，你就走回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了。那到时候你在这个时刻，你就根本不可能靠内需的消费来带动你的经济发展嘛。然后第三，增持黄金。他在过去这几年增持黄金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你干嘛要增持黄金呢？你看美债的利率这么高，你拿黄金又没有利息。可是他当时的增持黄金，他入手的价格可能才1000多$2000，哎，现在已经到4500了。所以他在过去这几年不断的增持黄金，其实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大的获利啊。然后再加上分散市场，因为分散了市场，所以东盟取代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受到冲击。也正因为这些，你才会看到2025年。在上证指数涨了18.41%，深圳指数涨了29.87%，创业板涨得更高49.57%。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里，它根本没有受伤。再加上政府投下了全部的资源去发展科技。你光看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公司叫做 Manus， 当时做 AI agent、AI 代理人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嘲笑说，怎么可能通用型的 AI 智慧这个时候做得出来 ？Manus 做出来了。25亿元卖给了 Meta， 这是 Meta 有史以来的第3大的收购案，就是买了中国的另外一家的 AI 公司。中国不是只有一个 Manus， 我们数字王国在中国有据点，我们也正在中国寻求上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中国大陆这种公司多的是。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成为了当然中国大陆股市的一个重大的动能，所以不管是上证指数、深圳指数，或者是创业板，甚至像港股，当然都因为这样的动能而拉升起来。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因为政府政策的拉抬所以对于整个稳经济上面有一定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请聂老师从地缘政治上面来做解读好了，因为大陆一系列的动作，不管是买黄金、卖美债等等，是不是也在中美之间，在2026年尤其要做摊牌？好，地缘政治我后半段讲，先讲一下刚才那个我们讲孙委员讲的也有道理，就是2022年3月，这个习近平讲的一句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用了3道防线。对，那我觉得是休克疗法，但一定要这样做嘛？如果是现在发生怎么办？现在这个国际形势这么地缘政治这么严重，立刻死对。但在那3年前，他真的做到，真的打压到了。当然，你知道碧桂园、恒大等等一系倒地，没有错，房地产也这么低。那我讲不好听，这有点像休克疗法。你今天已经倒到那边不行了，就帮激动你一下，让你好像很惨，其实你慢慢就会恢复。是，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这是第一个。当然感觉上经济不太好。再来第二个呢 ，COVID-19 走过这一段时间，因为封城锁国，的确消费的确有这个降低不少。所以当它即便在2023年开放之后，的消费力道并没有完全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因为大陆的产能过剩需求下滑，从胡锦涛开始就一直发生，产能过剩，尤其他们在最后科技发展太快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东西产量太快了，成本也都太低，我们都知道量多嘛，便宜就产生内卷。这内卷你没有办法，就会造成经济的一些紧缩。不过我觉得大陆官员真的很厉害，我最近看到几个视频他们一直在跟人民讲，没有错，我们的经济其实他们经济真的有点受伤。那他们的爱国心也不断在提高因为最近不管甚至高市或者美国的问题，他们今天教育的非常的深化，你知道，他甚至我看到他说，我们一定要说一结实，一定要忍耐。
我们一定要收紧。如果你不收紧，我们将会100年难以翻身。只要我们收紧，我们只要够忍耐，可以告诉大家，100年都是我们过好日子。这个国际就是我们做控制权，只要大家撑过这一段时间，100年是我们的。如果撑不过100年都翻不了身，请大家一定要忍耐，将来就会好。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最后讲一个哈，我很清楚啊，爆黄金。还有这个抛美债、降美债的主要原因呐，主要就要去美元化。中国做太多事情，包括刚刚讲海南岛这个10月18号的海南封关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要去美元化。在2018年1月18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用石油用人民计算也是去美元化，太多，它从内从外都在做这个动作，甚至它用它的未来的高规格金融站这个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叫 CBDC 也是在去美元化。他真的做到的，想用各种方式来做，这就是他很棒的策略。哈，最后一个地缘政治，我觉得最妙的，跟这金融有关。他在2个月前，11月初，他发了一个美元用美国债由中国发美元债，你知道在香港40亿，认购率多少？你知道吗？29倍，1182亿。美国自己发同样债3倍，他就是还是对美债已经38兆了嘛，这么欠那么多，还是有信心3倍认购率。中国是它的10倍认购率，什么意思？他在用这个测试，因为今天控制美元债是中国来控制，反正我先收集美元，然后我发债，钱是我在用，你这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好。他先试一看他在国际的呼朋引伴的力量，他发现他现在国际信心比美国还强。现在国际中，包括你在上海弄个黄金储库，马来西亚去存啊，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在美国存，不要在纽约存，以后来这边你的外汇准备的黄金等等就到我国家来。这个是要拿到国家全世界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苦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地缘政治，我觉得他自己要做的不只是股市，当然股市从2700多了，在去年中的时候，现在真的涨到全部，光今年你刚刚讲的差不多28，4000点，对，现在到4300点4200多点，涨了快30多%，这个的确表示对内对外大家对他都有信心，除了刚刚讲真实就是买那个债的9倍认购率之外，那个是外资来的。他们的 A 股也有很多是外资，表示国际间不止他本国这个国民，外资也对他非常有信心，也就是造成他 A 股上升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看到这个地缘政治鹿死谁手，看起来龙鹰之争，龙好像是赢了这只老鹰。好，这个是国际资本，刚刚聂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对大陆的信心度持续的上升。那确实就在此刻，因为已经2026了嘛，其实麦肯锡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是有关于大陆接下来的消费者市场。他说认为接下来会有5个很重要的惊喜。刚才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他说大陆的零售市场展现的强劲的一个弹性，尤其他就看了一下2025上半年的销售，较前一年暴增了5%，电动车更是重点，飙升了37%，汽车也不错哦，增长幅度11%。再来就是旅游业哦，较疫情前增长幅度呢，国际航班增加了最多13%，国内旅游成长幅度15%。汽车产业呢，中国2025的汽车销量首度的超越了日本，登顶全球第一。电动车的出口11月直接翻倍成长。接下来包括了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之外，还有大陆的流行文化，不管是黑悟空或者是泡泡玛特、拉布布的销售，在全球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眼前呢，《华尔街日报》又点出了大陆也不是没有困境的，特别提到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的年轻人好像在找工作上面压力比较大，因为内卷太严重了，所以兴起一个所谓叫做当老鼠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在比较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每天一直滑手机躺平滑手机，然后比较少社交等等。现在是不是也成为大陆有一些内部的问题跟外部经济的表现？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讲老鼠人，就我们这边在台湾讲就是啃老族啊，就是靠长辈长辈反正有这些存钱反正现在孩子也生得少，靠爸爸妈妈就可以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未来国家的发展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它之所以在经济上能够忍受度高在哪里？储蓄率高。因为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46%，就是说我赚100块钱，我存46块，我只花54块，我一直存。所以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口，但是它现在储蓄的金额是160兆人民币。160兆人民币，我们14亿人口存了160兆人民币，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人存了11万多人民币，你看够不够？够不够多？就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些钱，只是放在银行，放在他的这些储汇局是这样子，他有这些钱可以用所以，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将来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我们讲到了，将来要有发展一定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是科技精英，或者是金融精英，这是可以。
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才有背景啊，官二代有官的背景啊，富二代有钱的背景啊。那个这些金融精英或科技精英，他是有科技的背景啊，所以是这样子，他有这办法才可以。因为这些将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翻车？还有一个 AI 过来了，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很多东西智能化了，不要再靠这些传统手工，一般基本水准的都被取代了，连开驾驶这个司机都不要了，我自驾车干嘛要司机啊？通通被取代了，又3D 列印，又是我们讲到的这些附加价值高的这些科技都出来了，你还需要人力吗？所以将来这个中低水平的年轻人想要翻身，非常困难了，除非是官二代、富二代跟科技精英才有这些机会，那其他的只能干瞪眼了。而且这对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哦。就像刚才张先讲的，它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嘛，啃老族在台湾也很严重啊。但是我会认为中国大陆，我仍然还蛮看好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年轻人的素质相对来说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我们在发展 AI， 我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做 AI， 我们去找 AI 的人才，只能够在中国大陆找。你要么在矽谷找，你要么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985、211多的是啊，但是这些人将来就会很快的可以投入新的赛道，投入新的产业里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所面临的状况，全世界都一样啊。那只是看说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他能够最快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产业变革的困境而已。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关心到，因为金价不断的创下新高哦，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则是不断的囤积黄金、清美债，美债逐渐的被抛售当中。今天会来关心一场去美元备战金融战这一场无声的行动，是否已经正在展开当中？中美金融对抗到底谁会先失血？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金价创下新高，每盎司来到了从年初的2650美元起跑，到现在累积涨幅已经高达了70%了。还会不会再涨哦？这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现在做的一些采访分析，40%的央行未来1年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买黄金，而专家也认为说，在2029年金价持续的涨，甚至上看1万美元大关。这个是华尔街见闻特别做的分析。现在呢，黄金总市值已经高达31兆美元了，是科技巨擘辉达的7倍。哪一个国家现在疯狂的买黄金呢？答案就是中国大陆。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了，累积涨幅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70%了。这当中呢，它持续的这个买黄金哦，那总储备已经达到了7412万盎司，创下新高。光是11月份，就像俄罗斯进口黄金高达了9.6亿美元，数字同样创下了新高。好，赶快来看到另外一边呢，除了买黄金，大陆则是在马不停蹄的清空自己的美债。现在呢，可以看到来最新数字，10月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降到6887亿美元了，也是从金融海啸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媒体特别也传出了市场现在报道说，在中美对抗，还有现在关税战等等金融制裁不确定因素之下，习近平针对了黄金跟美债，他有他的盘算。媒体特别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传出他下令抛售了500亿美元的公债，7000多亿美元的美债，他说接下来剩下的这些美债，他也要逐步的把它渐渐的出清掉。另外，针对黄金的部分，本来呢是放在纽约分行的2000多吨的黄金，也偷偷的慢慢运回北京了，跟上海的金库来做储放。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这边传出的媒体报道，习近平持续的抛售美债，把黄金默默运回国内，代表中美这一场金融对抗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吗？一场去美元化备战金融战的无声行动，难道已经正式的开打？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哈。这个美元来讲的话，在俄乌开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以及北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将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甚至于将它踢出 SWIFT。我这边要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带了美金你这个进入俄罗斯之前，你就要将它换成卢布。那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美金来交易，用美金来购物，但是俄罗斯除外。你拿了美金到他们的一般的市场或者是这个
礼品店来讲的话是不能使用的，你还一定要用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元由于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战争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已经这个失去它的这种全世界的公信力。当然，就中国来讲，也要提早做准备哈，以防将来这个它也遭遇跟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会被制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那美元资产现在已经逐年在下降，逐步下降。我们看到美债的逐步的高筑哈，然后这个美元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失去它资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下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然要大量囤储黄金。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中美的贸易战哈，现在开打正在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说趁这个机会，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的这种结构哈，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后因此才不会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当然，中国利用在这次刚好这个黄金大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它大量的抓住这个机会哈，这个以黄金来作为支撑。作为它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撑，大量的囤积黄金。那我们看到，从今年2025年今年来讲的话，它黄金增持，光11月份它就增持了3万盎司哈，这总储备已经到了7412万盎司哈，这个光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就增加从它整个总储备从原来黄金只占3%。已经提升到9%。当然，这个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机会买这么多？我觉得也是中国走大运的时候了。因为俄乌开战，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个被美国制裁嘛，他打仗需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除了卖原油，卖原油可能还不够，很多国家不买他的原油，被西方国家抵制制裁，所以他除了原油，大概只有中国或印度要买。那他打仗要钱呢？他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卖他自己库存的黄金。那他卖他库存黄金，中国刚好这个时候当一个接盘侠哈，愿意接手。所以说一个需要钱，刚好就卖黄金。那中国来讲，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大量的囤储黄金。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囤储这些黄金，那减持美债，是不是跟美国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做好这种风险管控之外，那会不会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说万一中美一旦开战来讲的话，中国也有这种底气，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卡脖子、掐住手腕。好，谢谢李将军。那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尚志哥，有关于美元霸权是否也逐渐的衰弱？那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真的是黄金虽然已经涨了这2年多哦，但是真的是到2025年今年才大家特别感受到整个黄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价值。怎么说呢？因为过去来讲，其实黄金跟石油能源，它们是互相避险的。大家是黄金跟石油是一统在美元底下的，因为都黄金来计算，所以这两个是一旦有战争，然后当然买黄金。所以过去来讲，风险的规避其实是能源跟黄金之间的抉择。可今年当中不对，今年能源当中有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因为新能源崛起，所以石油跟能源慢慢的不能说到边缘，但是没有像过往来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货币跟经济的最核心了，能源到边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元过去的力量就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黄金跟美债这个之间，因为过去来讲，大家都宁可换成美元或买美债作为长期的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债本身出现风险，所以呢，这一波以中国为主当中大量购买黄金，而且不止中国央行，还有很多国家央行。简单讲说，这个部分的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的股汇。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3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但现在美股还是很强势哦，而且我就讲，全世界的部分的资金，包括连中国的资金，都还是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非常巨大，资金成为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我这样形容，我们在看现在美国当中跟中国这些资本势力，我都形容是中国是青龙，美国是金龙。青龙是很努力啊，民族意识就我们传统中国思考龙，可是美国这金龙你不能小看，因为全世界的货币。
货币的能力跟能量变成它的巨大的护城河。所以两方一个是劳工跟各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资本跟很懂得用科技，这两个力量的抗争，其实现在也体现在美金跟现在美债的两大系统里头。当然，现在大家买美金，开始买黄金，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要避险。整个美国的整体的状况，那黄金的部分就是一方面要避险，二方面现在央行在买，流动性的这种增持能力很强，而且现在预估到明年黄金会涨，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知道明年全世界40%以上的央行还会继续买黄金，而且他们 hold 住黄金不会乱卖，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下跌哦。那最后我要讲的部分还是这里头体现一个全世界趋势，首先去中心化，美元或美国的势力不再是核心了，包括有新的势力。第二个，以中国为主的力量的崛起，经济势力的崛起不会依赖美元，当然依赖别的，现在就是扣紧黄金，以及当然拥有黄金，最后是要货币战。当最后无论是台海战争或任何的部分原因，大家要经济对抗的时候，一个也许手握美元美债，当然一个手上有黄金。好。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金融对抗赛哦，中国大陆手握黄金，那它现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了。其实除了持续购买黄金之外呢，它现在也自己开挖更多的这个金矿哦。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2个地方在挖金矿，第一个地点就在辽宁，发现了有一个1444吨超大型的金矿，大到说这个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那根据统计，总价值呢达到了19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6兆元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金矿。另外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山东莱州这个地方发现中国大陆唯一亚洲最大的，这个是海底巨型金矿，累计探明金3900多吨，已经占全国的26%了。包括它的金的储量跟它的产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另外来看到美国了，持续确实他们还是仍然看好黄金，预估高盛哦说这个2026年底会升到4900美元，摩根大通更是喊到了5000美元大关。川普认为说，这一波的这个黄金利多都是他造就的，所以他说，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呢，专家就打脸他说，你确实现在看得起来黄金一直涨，但是只是分配给富人而已。目前美国经济10%的富人，光是2025年上半年花费20兆美元，换算新台币600兆。说这个已经这样子的一个10%的富人花费的总额是已经超过了90%美国的人口总和。怎么看两边的财富分配状况？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是恶化的，因为90%的人是拿到不到10%，因为那个最顶端的10%拿到的是90%。你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非常的恶化？我认为美国的最重要是它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它的 GDP 的占比只有11%是制造业，其他都是金融啊、保险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债汇市都这个，那这个占了89%。你看看这个，那制造业大家所要知道的，真正有竞争力的是制造业，我制造这些东西，这品相你要的，而不是金融、保险、衍生性的商品。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1.6%，够高了吧？是美国的将近美国的2倍，所以中国大陆是赢在制造业。那将来我认为是制造业决定这个整个的贸易，它贸易的实力是在制造业，那其他的那个衍生性的商品，那只是一些金融游戏而已。那第二个，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问题出在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贵，那贵怎么外销？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经常很喜欢大家提到大疆无人机，但我觉得为什么要买中国的大陆的大疆无人机？因为便宜啊，就是便宜。那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准，中国大陆就是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3。你看这个就有竞争力，对，价格就是竞争力嘛。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它这个近年的贸易的状况，美国的每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买太多东西了，1兆美元。今年最低是9月份，因为现在是12月。今年最低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单月9月份单月528亿美元，最低都还有贸易逆差528亿单月。你说不知道？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它关税战、这个贸易战弄下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改弦更张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办法逆转哦。所以我认为它的人力成本太高，还有贸易逆差太大，这结构想要短时间翻转是没有办法。但是美国存了这几十年的钱。
所以一下以美元为这个主要的货币，还是没办法改。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美国慢慢衰退，中国大陆慢慢崛起，但是这要时间，中国大陆才能够迎头赶上。还有一个，美国的国债38兆美元，对，那明年我判断明年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年底，2026年年底可能破40兆，那这个包袱到现在为止，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了，没有办法改，所以我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蛮困难的。